萧炎的丹药练出来了又如何？以萧炎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可能扛下天雷。若是萧炎没能接住天雷，保住丹药，第一名就还是他的。打着这样的算盘，木果老人等着看萧炎的笑话。萧炎真的会在这最后关头翻车吗？怎么可能？别忘了，已经不成人样的地妖魁正嗷嗷待哺呢。萧炎完全没在怕的，来呀，PP更健康。眼看着地妖魁在雷电的洗礼下越来越璀璨，木果老人那叫一个恨啊！若是在单界中他下手再重那么一点点，地妖魁绝对会彻彻底底的报废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五色雷云的暴动足足持续了将近10来分钟，眼看着这傀儡越劈越闪亮，雷云怒了，谁还没有个脾气了？联合在场的所有丹雷照着地妖魁就是一顿劈。木果很期待地妖魁被劈烂，萧炎被劈死的一幕。萧炎看着眼前逐渐变成金色的地妖魁，只有兴奋。又是10来分钟后，天雷发现自己真干不动了，就散去了。地妖魁也不负萧炎的期待，变成了纯金色的天妖魁。手掌轻轻拍了拍天妖魁的肩膀，萧炎微微一笑，又多了一张保命底牌，真好。此时玄空子缓步走出一步，朗声表示丹雷已散，诸位参赛者可以将炼制好的丹药取出了。丹药出炉的那一刻，这片天地的丹香瞬间变得浓郁。5枚8品丹药立于7品高级丹药上方处，曹颖与丹晨丹药的灵性雾气分别凝成了狐狸与兔子，清华老怪与木果老人的则是分别凝成了熊形和虎形。小老虎很有个性，冲着萧炎的生骨融血丹就是一通咆哮，只是这咆哮声还没落下，就被萧炎的灵气小龙一尾巴抽飞了。丹药以灵为尊，冠军之位毋庸置疑。玄空子宣布完萧炎是这一届丹会的最终冠军后，震耳欲聋的欢呼之声响彻而起。此时身处石台居高临下的萧炎在心里暗暗道：老师，弟子没有丢您的脸。另一边的木果老人却是眼睛都气得通红，可他除了传音咒骂萧炎以外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得到本应该是属于他的冠军礼物，一卷传自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。萧炎收下卷轴后，冲着玄空子抱拳行了一礼。玄空子笑了笑，随后宣布完2日后星域开启，进入丹会前10者皆是有机会进入其中，降服3000焰炎火，就离开了现场，将广场的躁动甩在了身后。至此丹会彻底落幕，不死火的争夺正式开幕。1天后，萧炎被召进了丹塔顶层，曹颖、丹晨、宋清等人都在，召唤他们的正是丹塔3巨头。玄空子很是热情地为萧炎介绍起了旁边的美妇人玄一会长。玄空子声称他与药老关系不浅，萧炎可以叫他玄姨。另一位则是天雷子会长。萧炎不确定地叫了一声玄姨后，玄一瞬间就红了脸。萧炎一看这情况，默默地在心里吐槽：老师当年留了不少情啊。又跟天雷子会长行过礼后，玄空子才开始说正事儿。玄空子担心魂殿的人会趁着这次进入星域的机会破坏3000焰炎火的封印，3000焰炎火一旦脱离封印，定会毁灭圣丹城。而星域开启之时，玄空子3人必须在外维持星域的封印。为了防止魂殿搞事情，玄空子将4枚玉珠交给了萧炎一行人。一旦有不对的苗头，他们只要捏碎此珠，丹塔的强者就会迅速前来援助。萧炎几人明白事情的严肃性，纷纷点头表示知晓。玄空子又同几人谈了一些细节后，就让几人离开了。萧炎准备回房间，曹颖非要同他肩并肩。面对这只祸国殃民的狐狸精的突然示好，萧炎有些纳闷，下意识的就想避开。然而哪里是那么好避的，最终他们还是肩并肩了。一路上，曹颖不断的在身旁轻声细语的询问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偶尔还会掩嘴轻笑，宛如2人关系极好。萧炎却是浑身不得劲儿，好不容易熬到了房间门口了，房门却是突然打开了。小医仙见萧炎居然与曹颖在一起，有些不解，但面上不显。萧炎却是眼前一亮，暗戳戳的给小医仙使眼色。接收到救命信号的小医仙觉得有些好笑，不过戏还是要演的。仙子与妖女对上，只为一人的好戏，没有人会不喜欢看吧。我这里就自动翻译咯。2女一对上就是10分友好的握手以及自我介绍。曹颖有几分诧异的表示自己只是顺路同萧炎一起回来，你不会这么小气的介意什么哦。小医仙听到这话就知道曹颖是把自己当正事挤兑了，心中其实是有些高兴的，于是笑得十分真诚的表示
不过是同无关紧要的人闲聊，没什么好介意的。现如今还有人等着萧炎，你就快走吧，欢迎以后多来玩。曹颖笑盈盈的表示一定。小医仙见状也是微微一笑，然后挽着萧炎的胳膊就进房间了。望着紧闭的房门，曹颖才收了笑脸，冷哼了一声后，在心里暗暗道：萧炎，你可逃不出本小姐的手心。房间内，小医仙飞快的就抽回了手，转过身去。萧炎看着那绯红的耳垂，没忍住笑了：你还敢笑，净在外面沾花惹草。小医仙羞恼的道：沾花惹草你也管啊？萧炎笑着道。小医仙俏脸微红，赶忙找了一个借口道：薰儿走前说让我看着你的。萧炎笑得更放肆了：萧炎，你竟然敢调戏小医仙姐姐，以后我定要跟彩铃姐姐说。当年离开时，她也嘱咐过我，如果看见你跟别的女人勾搭，就把你给剁了。一道娇笑声突然响起，将萧炎给惊了一跳，急忙转过头，就见紫妍正坐在窗户处晃着双腿。剁了，这很彩铃。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后，问起了紫妍熊战怎么没来。紫妍表示她被安排在丹塔外面了，这里她进不来，自己前来是为了助萧炎一臂之力。萧炎与小医仙见他做出一副老气横生的样子，都是忍不住的失笑。紫妍有些羞恼地表示，若非有自己帮忙，他敢保证3000焰炎火萧炎绝对没戏。萧炎见他如此笃定，面色变得凝重了许多。紫妍其实所言非虚，要知道连丹塔3巨头都没能拿下3000焰炎火，萧炎一行人去更不可能强行收服，不过是去试试运气罢了。可现在的3000焰炎火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灵智，怎么可能会自愿被别人吸收？萧炎想知道紫妍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办法。紫妍表示，只要萧炎以后每天给自己炼制一株从熊战那里拿来的药材，一切好说。萧炎自然是没有不同意的。得到承诺后，紫妍很开心，站直了身子就凝出了一条半尺长的紫龙，正是那3000焰炎火的缩小版。萧炎顿了顿，他一直以来的猜测算是得到了一种证实。紫妍从未见过3000焰炎火，为何他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能够以天妖皇这等远古异兽为食的魔兽，除了那太虚古龙以外，还能有何物？而且太虚古龙擅长空间穿梭，紫妍也符合。紫妍的本体身份应该正是太虚古龙，只是这3000焰炎火为何是龙形？莫不是与太虚古龙一族有关？萧炎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，这3000焰炎火其实是古龙一族养的。在3000焰炎火还是雏形的时候，紫妍的族中前辈就在3000焰炎火体内留下了一道龙印，只是那位前辈在一次空间旅行中彻底失去了音信，想来是凶多吉少。紫妍此次前来就是为了给萧炎种下龙印，只要萧炎将玉瓶内的那滴古龙血涂在3000焰炎火额头上，隐藏在其体内的龙印便是会被激活。只是龙印一旦激活，不是萧炎控制它，就是它控制萧炎，所以萧炎最好等到3000焰炎火重伤的时候使用。小医仙只觉得紫妍出的是馊主意，可修行之路本就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。轻瞪了一眼一旁的紫妍后，也没说什么。万众期待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